美国新空军1号经历了怎样的发展？美国总统拜登能否有机会坐上这架全新的空军1号专机？我们都知道，美国空军1号是美国总统的专机，由于其从未出过事儿，也被誉为是世界上最安全的飞机。其造价相当于一架 B-2 隐身轰炸机或者24架 F-35A 隐身战斗机。就是因为其具有如此高的价值，因此就有着极其高的地位。此前，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任的时候，由于美国新空军1号的造价过高，因此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放弃了这个项目。但是没过多久，在2018年7月，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还是决定重启美国新空军1号项目，并将此项目交给由波音公司进行改造。随后，美国波音公司宣布获得了美国空军专机订单，并将从2019年开始改装2架新的空军1号专机，改装工作为期5年，预计将在2024年正式服役。据消息称，此项目的合同总价值高达39亿美元，平均下来，每架新空军1号专机的价格达到惊人的19.5亿美元。这价格堪比一架 B-2 隐身轰炸机，甚至比同等重量的黄金还要贵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尽管这2架空军1号造价如此昂贵，美国空军还显摆说，经过他们与波音公司的谈判抗争，为纳税人减少了至少14亿美元。然而，美国总统拜登以为新空军1号的项目会按照建造计划如期进行，但是现实却不是如此。近日有消息称，波音公司宣布美国新空军1号项目将暂停，其服役时间将比预定时间延长17个月。这也意味着美国总统想要坐上这架划时代的超级总统专机，又得推迟1年多。到时候拜登还在不在任上都很难说。对于新空军1号计划为何要推迟这么久，美国波音公司给出的理由是，由于美国国内严重的疫情使美国部分分包商破产，因此才导致飞机的生产受到了很大的影响，甚至导致了工厂的停工停产，因此使新空军1号的改装工作受到进一步推迟，这也为其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，变得遥遥无期。那么，美国空军1号项目是怎样的一个项目，经历了怎样的发展？据悉，美国目前计划改造的2架新空军1号的前身是美国波音公司的2架波音747-8型客机，其来源要追溯到2011年。当时，这2架波音747-8型客机本来是美国波音公司准备出口给俄罗斯的，但是由于购买这2架飞机的俄罗斯公司因为经营不善而破产倒闭，所以这个订单因此被终止了。这2架飞机就一直被存放在机场。在2018年的时候，美国波音公司和美国白宫达成共识，将这2架波音747-8型客机用来改造成全新的 VC-25B， 以此来作为美国总统的专机，预计总花费将达到39亿美元。这意味着单架飞机的成本将达到惊人的20亿美元，堪比轻型航母的造价，也是极其的奢华。美国波音公司在与美国白宫达成协议后，就开始对这2架波音747-8型客机进行了改造。其进行改造工作的第一步，就是要将原先飞机上安装的民用部件全部拆除，主要包括发动机以及内部装饰板和 APU 等部件。在拆除这些设备后，就将其进行大改造，并为其配备电子对抗系统、完善的通讯系统，还配备了多重脉冲频率的无线电通讯设备。即使是专机遇到核爆轰击辐射影响，仍然可以保证和外界有效沟通，以便做出作战决定。改造后的新空军1号还将拥有其他民航客机所不具备的空中加油能力，这就能极大保证新空军1号拥有比其他民用飞机和军用飞机更远的航程和滞空时间。在经过加油后的续航时间可达72小时，如此超长的续航能力就足够把美国总统送到地球上任何角落了。不仅如此，新空军1号里面的空间极其宽阔，设施齐全，不但拥有独立的办公室、卧室和淋浴设施，甚至还拥有专门的手术室和专家医生。此外，为了保护美国总统，新空军1号还拥有一个小型的军械武器库，储存有冲锋枪和全自动步枪，能够在特殊时期为美国总统保驾护航。
此外，新空军1号除了每次飞行任务都有护航战斗机以外，其自身拥有其强大完善的自我防卫系统，还配备了雷达预警、红外导弹逼近预警系统，装备有箔条和红外热焰弹发射装置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新空军1号自卫防御系统的防御能力完全不逊于一架先进战机，因此才会被选为美国总统的专机。虽然美国新空军1号具有如此超高的性能，但是其日常飞行成本也相当惊人，竟然达到了18万美元每小时。这样高昂的价格几乎是一架民航公司波音747客机的10倍。不止如此，因为其每次出动的时候都是2架一起出动的，所以这一费用也是相当的惊人。而且其拥有比世界上所有飞机都要严格的维护和保障措施。因为其每飞行1小时，空军地勤和保障人员就需要付出10倍的时间来检查这架飞机的安全性能，以此来保证飞机的飞行安全。此外，新空军1号机体的容积也更加庞大，仅次于 A380， 可容纳更多设备和人员。其还搭载了4台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 CF680C2B1 型涡扇发动机，使其单台最大推力达到了252千牛，这也使整架飞机的最大起飞重量达到了惊人的377.8吨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新空军1号这个起飞重量已经快赶上重型运输机 C5 和安124，甚至比美国目前现役的 C17 运输机还要重得多。就是这样一架性能超级高的总统专机，其也被赋予了更多的使命。因此，美国波音公司也是十分重视对这一飞机的研制，而且也投入了很多的精力。现如今，这架超级客机的改造工作也受到疫情的巨大影响，从而也要陷入停档时期。本来计划是在2024年投入使用，但是现在却又有点遥遥无期了。这对于拜登来说还真的是有点遗憾，因为其要想乘坐这架专机，必须要连任才可以乘坐这架全新的空军1号客机。由于美国经常出现类似的延期问题，其实大家对此也都见怪不怪了。因为美国这样问题的频出，也凸显出美国制造业体系的不完善，总是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，因此才会问题频出。美国这架新空军1号的造价还如此昂贵，这对于美国本来就受到了经济危机的影响，国内经济受到了巨大影响，如今又遭遇如此事件，这对于美国来说真的是雪上加霜，而且长期拖延下去将会产生更多的资金，这对于美国国会来说也将是巨大的挑战。